对，问他媒体肯定特别多，我抢问题也不太好。旁边两边别站人，谢谢小红。蹲下蹲下。好的，非常欢迎。来，来，稍等，麻烦所有主持往后退一步，主持，来，记者退一步。同站一排。好，不好意思。这个线，那个帅哥，展光灯呢？哎，我跟他合张影去明白他介绍。是官方主持人。好，这样我们看一下每一位摄像老师现在镜头都 OK 了吗？如果 OK 了，我们就所有同学安静了，开始了，好吗？好，谢谢。好的，首先非常欢迎方大同，我们这里是天猫双11全球潮流盛典的这个活动现场，也是我们的一个群访的一个专场。首先非常欢迎方大同到来。很开心今天要参加这次的这个潮流盛典。好的，那么因为我也知道刚才你是在舞台上辛苦的跳完舞，然后才下来，肯定也是非常的辛苦的。那么对于我们这一次天猫选择的一个 See Now Buy Now 的这样一种形式，以及这个时长8小时的这样的一种fashion show， 可以说在国际上都非常少见的。对于我们这次的一个新颖的方式，您有怎么样的看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觉得可以有很好的折扣，当然是好事。更好的折扣是吗？好的，那么也不耽误大家时间，接下来也是交给我们各位媒体对我们方大同进行采访。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好，各位麻烦先请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谁，来自哪里，好吗？谢谢。我是来自自媒体平台杜少斐的，然后呢，我们是一个男性时尚的一个自媒体平台。然后关于时尚这一块我们都知道您是来自于香港，但是对内地也非常熟悉。那我特别想问，在您的眼中，就是内地男性的穿着和香港之间有什么差异呢？其实我也没研究。那有没有？因为我自己也是好像这一次我代表的这个一个品牌来表演这次，然后他其实这次有一个说法就是share your gift， 然后 share your gift， 我觉得它不只是说在讲一个来到冬季的一个圣诞可能买礼物这个礼物，我觉得它另外在我们创业来讲，就是分享你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理念，或者说一些创意。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fashion 时尚潮流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种自我的一种表态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根据于自己什么舒服就怎么去看吧。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起码我身边无论是说内地或香港的，他们都蛮有个性的，我的两边的朋友。那请问一下，不好意思那请问一下，您可否给我们这边，就是包括我们全国所有中国的男性，能不能推荐几个单品，你觉得非常棒的，然后在这个秋冬非常流行的东西给我们大家一块儿？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好像就是类似我今天穿的就是毛衣穿外套在外面，或者是说风衣，或者是说一些轻松的我喜欢牛仔裤我觉得这些都是最容易搭配的。方大同，想请问一下，就是您今天的穿着，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包括马上就秋冬季了，然后对于今年秋冬季的服饰潮流有什么样的一个推荐？我只能说对我来说我是喜欢 urban 的，因为我自己的音乐也是属于 urban 的，就是都市哪一个问题？所以对我来说穿着上我自己是蛮喜欢这样的今天的这个感觉，所以好像一样吧，都是一些休闲衣，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 sporty， 但是我也没有到完全是很 sporty 那种。颜色呢？颜色我是喜欢一些简单一点、单色一点的，灰色、黑色、蓝色。方大同想问一下，这次为什么会和阿里合作呢？为什么会和阿里合作？而且现在就是本来都是在就实体的，现在是到互联网上来边买边直播，您是怎么看待？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平台？其实自己也是怎么说？我也是来送上我的歌曲，我也是很开心被邀请，被一个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去邀请来的，所以应该说我作为一个表演的人，很喜欢跟任何的品牌，如果是跟自己的音乐有搭配上的，是可以做一些合作。就是这个平台，网络平台，您选择了网络平台的直播，是这个意思？应该说刚好这次的有邀请到我，所以应该是这个到我来讲，他们选择了邀请我这样子。您是如何看待？请问大同平时有网购的习惯吗？什么？
有广告，有会。那您会网购一些什么单品呢？乐器。然后之前也有买一些衣服啊，其实之前也有上去看，或者叫我同事帮我去看，哎，我看见我有一些东西，也觉得特别适合我专辑上的一些搭配啊，或者是接下来的一些拍 MV 啊的一些想法，所以都会常常上去看，上去购买一些饰品。你好，大头。您是如何看待即秀即买这种潮流趋势的？我觉得是顺其自然吧。我觉得大家都有各自的这个购买的一种习惯，然后我觉得当然好像这一次我听同事们在讲说，他们也留着等着，就是有这个刚好说的打折的这个时候来买特别合算，所以他们讲。那双11您会买什么东西呢？什么？双11，我还要看看，我还是多去看。他说有很多选择，所以我还是要让他自己去看一下。所以购物车还没有满是吗？还没有。那您刚才在那个天猫全球潮流盛典的舞台上感觉怎么样？什么？刚刚在舞台特别好，因为我其实也没什么机会跟因为我是这个模特嘛，所以我也没有机会这样走秀，所以刚好跟他们一起有走秀，唱了一个就是也是挺独特的。因为现在很多品牌都会找这个明星代言嘛，如果说你要去代言的话，你对于这个品牌的考量的要素、因素是什么？就怎么为观众负责？对我来说，肯定是要我自己喜欢的，自己无论是这个style 上面、风格上面的质感上，我觉得都要适合自己的口味，自己的味道。Hello， 我这边是斗鱼直播平台的，你平常有看过直播吧？这里都有好多你的粉丝，对啊，他们都说你好帅。他们有一个建议，我想问你，对于因为他们都说很多有些年轻人学生，你有没有什么穿衣服啊这些的建议给他们？你可以这样看这样看，这样可以看到。我觉得当然就是，sorry， 对，我真的就是看我自己舒服，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对，穿着自己觉得自然的然后当然是冷了，当然要外套了。谢谢。请问一下，大同刚刚就推出了自己的新专辑嘛，然后自己也说这专辑是就是转行电影音乐的最后一张，是为什么做了这个决定呢？之前其实其实我从3-4个月就已经有在讲这个事，但是后来最近有一个报道有一点严重了，就是我不是说真的退出然后消失，而是暂时来讲，最新的专辑是暂停做原创专辑的，但是我同时间希望透过自己成立的新公司富音乐，可以栽培一些自己的歌手、自己的新人。然后另外一部分也有一个富影视的一个计划，就是跟一位导演朋友，那么跟他从1年半之前已经到现在写完了一个剧本，然后已经在跟一些有可能的一些投资方在谈、在开会。然后另外我们也是刚刚已经开始了第2个剧本，所以挺丰富的，挺忙的，挺多事，所以应该说我还会有音乐作品，只是会跟以前的模式稍微有点改变。那你也说到就是跟那个导演合作剧本、电影之类的，自己除了音乐方面还会出演吗？那个在电影里面是吧？我可能会客串，他是想我客串，但是因为我有跟他说我不太想演，我是希望做一个出品人，一个去让很多我觉得很好的作品，很好的创意能够有机会去诞生。所以因为我自己觉得这蛮难得，就是这11年来我自己在做音乐，我也遇到很多一些好的这一路上支持我的人，然后帮到我做出现在我自己喜欢做的音乐，然后到现在可以自己开公司，所以一样我也希望可以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然后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能量一起去继续做一些创意。那不出演是不是有一些顾虑，是怕对演技比较？反而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希望，如果真的要拍戏的话，我希望拍的时候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剧本，觉得非常适合自己一个角色，应该这样说。所以暂时来讲，我也希望可以多多观察，然后多多去做。可能因为跟我除了在音乐上我是作曲制作这部分也是特别有兴趣，所以在电影这方面我也很喜欢幕后的一些东西。那之后有什么打算吗？就比如说什么样的？没关系，我们问上了去了。很难说哎，我觉得要看，就是要看，可能是科幻片，可能是喜剧片，我觉得真的要看。反正也比较期待，也不会拒绝。什么？就比较期待演电影，也不会说拒绝去拍戏、去转型。我觉得我不是想急着去拍戏，而是希望可以真的
透过富影视这家公司可以应该说可以推出很多我觉得好的戏。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给到最后一个问题好吗？时间关系，我们给到最后一个问题，由大同自己来选，好不好？追求潮流时候穿的衣服着装是什么样子吗？明年我会开演唱会，然后小的时候很喜欢 MJ， 所以小的时候常常跟 MJ 这样子。我也特别喜欢，铁杆粉丝。喜欢戴帽子，然后就是也是一样啊，就是白袜子跟 MJ 这样子。眼镜的造型还会继续吗？好像今天没有戴那个眼镜。最近其实新专辑有一部分的造型也没有戴眼镜，所以要看。发型也是新专辑的吗？也算是。虽然有很多朋友可能没看过我11年前第一张专辑《So火》的专辑，其实跟这个造型有一点像，你们可以回去看看。是自己看也是有点觉得有点害羞的，但是可以去看一下。因为现在很多明星都跨界嘛，你觉得作为一个艺人是百花齐放好，还是说术业专攻做自己的领域比较好？就是说作为一个艺人是说跨界也去演一些电影好啊，还是说自己就做自己的音乐比较好？哪个方面？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希望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些我很喜欢或者认同的一些创意。那跟无论是好像影视或者音乐这方面，都是跟一些和我合作的来非常的有默契，思想也是类似的。那所以对我来说都什么随机应变，而且主要就是说希望，比如说做了5年、做了10年之后回头看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认可的，我喜欢。那想拍科幻片的话，谢谢大同，谢谢各位，谢谢。那请各位媒体朋友们留在原地好吗？谢谢大同，谢谢，谢谢大家。好，各位媒体小伙伴可以先留在原地，稍后我们还会有采访，谢谢。太厉害。哇，就这么走吧。抢了半天问题没抢上。好，大家可以先稍作休息了。下回我有经验了。刚刚不好意思啊，把你们那个画面挡住了，不好意思啊。